안녕하세요， 복면설객입니다。你好，我是福面说客。今天想了解韩国的长幼文化。高丽末期，佛教的干政和日趋腐败，逐渐引起儒学家们的反感。朝鲜王朝在政治和思想上实行了崇儒抑佛政策，但明朝与朝鲜之间也有不少的文化差异。明朝社会除了程朱理学之外，中央民学在绅士阶层也颇为流行。而朝鲜王朝呢，虽然尊明士大，但基本上排斥阳明学。朝鲜王朝固守程朱理学，反对和批判明朝的宦官政治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当时思想方面上相对执着的所以现在有些韩国人对朝鲜王朝的评价是开玩笑说那时是儒教塔利班社会。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韩国社会等级观念比同属东方文化圈的中日两国要深呢？第一，因为朝鲜半岛地处边缘，在19世纪末期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力小得很多。第二，14世纪朝鲜就是靠儒学文化统治韩半岛长达500余年的时间，并且没有很大的动乱，内部保守势力极多，韩半岛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第三，日本殖民时期向社会推行了日本4年的军队等级文化，导致当时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并且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现在韩国社会父是一家之长的观念还存在，父母有些忽视子女的独立性，把子女的事情看成是家事，从升学开始，考公务员、选择职业等，父母都有很大的参与权。这方面呢，跟中国的情况也比较相似。例如，韩国法定满18岁就是成人了。如果这个时候子女们说要考家教，大部分家长一定会一口回绝，因为他们内心觉得子女高中毕业之后才算是大人。特别是教育方面，比如考大学择校、选择专业、读研等，重要的决定都要和家长商量。子女的学费、生活费等个人的消费呢，大部分支出主要还是依靠父母的。再比如，韩国年轻人虽然自由恋爱，但结婚时不能完全自己做主，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听父母的意见。婚姻绝不是男女之间的私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那当然，韩国有一些人说没一个父母能因子女的。在大部分国家里，年龄属于个人隐私，不方便询问。但是在韩国，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之间就互相先问年龄，了解长幼，明确称呼之后才开始玩。其实这是日本殖民时期产生的欠粮文化。本来的朝鲜王朝时期类似于中国，辈分呢非常重要的，不过年龄相差几岁，交朋友时就无所谓的了。这是韩国现在也没有改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反而日本呢，战败后，美国给日本注入民主化思想之后呢，变得相对平等了。所以在韩国，不管男女老幼都非常重视兄长弟幼的观念，前后辈关系非常明确。这是在长幼有序的传统儒家观念和军队式等级关系影响下，韩国人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但是韩国人的等级观念根据地域和群体也会稍有不同。地域上，首尔的等级观念轻于其他地方；群体上，社会群体的等级观念要低于军队，并且就是在军队里，海军陆战队等比较特殊的军种等级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其他的陆军、
空军等，就大概比较相似了。其他社会团体中，大企业所谓财阀等级观念还是挺深的。这里特别说明一下，相比于其他国家娱乐圈自由放松的氛围，在韩国的娱乐圈，这种等级观念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从出道前的大学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气氛。不止娱乐圈，甚至重视创造性的艺术、美术、音乐界都是如此。韩国和中国相比，整个社会都比较重视等级，有时过于严肃的等级关系会抑制自由的思想。但是现在严格的等级观念比以前轻松了很多，不过呢，还是待改善。오늘은 여기까지 하겠습니다. 들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谢谢。